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在修行持咒，我们修行人最常使用的一个法器就是念珠。那这个念珠的材质，它有不同的材质，有非常昂贵的沉香木所做的念珠，或者菩提子所做的念珠，乃至于蜜蜡、琉璃、黄金、白银，就不同的材质都可以做不同品类的念珠，也可以是水晶的念珠。水晶里面当然又分很多种不同的颜色，黄水晶、白水晶都有。那既然我已经解释了这个念珠的材质，它有不同的材质，你在这世间能找到的材质都可以做成念珠。假设你想要用钻石去做念珠，那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念珠真正我们要学习了解的是，它念珠有不同的数量，也就是说我们传统持咒念佛修行的念珠，就是以108颗的念珠为我们主要的一个必备的法器比如各位都会看到，我们出家人常常就可能脖子上挂着一串念珠，或者是手上挂着一串念珠，都是以108颗为主要的一个念珠。所以这个108颗的念珠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108这个数字代表的就是对治108种不同的烦恼。那接下来我就想要跟大家分析我们要怎么来持念珠。首先大家都看到我的右手有一串108颗的念珠，那这个念珠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形状，那这个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猪头。这个念珠是不计算这个猪头的，它这个猪头在我们佛教比拟这个法器念珠，它就是等同须弥山就是以这个为基础，我们开始祭祀第一遍南无阿弥陀佛或唵嘛呢叭咪吽，一直念到108遍，它就是完成了第一遍的108遍的咒语或佛号。这个就是我们在计数来讲，就会只算第一次的108遍。通常我们在念珠上，我们就会放这个计数器，也就是说第一遍108遍圆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计数器的地方，就是把它拨一遍。待会儿我会给大家一个比较特写的镜头，这个就是属于108遍念了一遍，也就是说整个念珠它念完一整遍的一遍，也就是108遍。这时候我们在这个计数器这里就会扣1。那每一个计数器呢，它就是有10个，也就是说我们持咒用这个108颗的念珠念完一遍，我们就扣一个计数器，然后扣了10遍，那这一根的计数器就代表了10遍的108次的持咒，也就是1080次。这是计数器的功用。所以你会看到有些法师或者一些在家菩萨都会用计数器，主要就是他的修行他是有在持咒计数的。那各位都会注意到在汉传佛教的修行而言，比较没有这个习惯就是去计算自己到底念了多少遍的佛号，或者是多少遍的咒语。但是在金刚乘也就是说藏传佛教，那因为它很多的修行的仪规里面，比如一个法本，它是有规定说你可能要念108遍的咒语，或者是说整个完整的修法他必须要圆满10万遍的咒语，所以他就会习惯去计数。这就是一个修行的传统的不同，并没有说孰优孰劣，也就是说谁比较好或者谁比较差，并没有这样，那只是一个修行的习惯。当然这里我就想跟大家介绍，如果你想要以持咒为其中一个你主要的修行的方便法门的话，我觉得定数字也是一个可以鞭策自己要每天精进的一个目标，我是觉得也是不错。比如说你可以规定你自己每一天念
108遍的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或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比如说108遍，那我们就是可以从这个猪头开始，我们不算第一次哈，我们是从猪头旁边，也就11点钟方向。如果你是右手持念珠的人，就是往左推第一个念珠。如果你是持观世音菩萨心咒，也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的话，你就念 Om Mani Padme H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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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数的这样慢慢的念完108遍。我觉得以初阶的修行者，你可以定一个功课，就是先念皈依文，简单的修法的内容，然后配合持咒，比如可以念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Om Mani Padme Hum， 或者你的主修是以大悲咒为你最相应的，那我觉得大悲咒你要持108遍，我觉得以在家居士而言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108遍可能要持将近5个小时，所以我觉得以大悲咒来讲，就不要持108遍。持大悲咒最好的数字呢，在佛经里面记载，持大悲咒的修行者，只要每天持诵5遍，每一天不间断的持诵5遍，你所到的任何一个地方照太阳，你有个影子落在地板上，这个地板上的影子有一个流浪猫或一个流浪狗经过你身旁，乃至于穿过你身上所落下的影子，它都是得到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是极为殊胜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自己本身呢是有修大悲咒的持诵所以我也非常鼓励在家居士每天就是持5遍大悲咒为主要的一个持咒的修行的功课。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念，那也没关系，你就打开我们大悲菩提寺所做的大悲咒僧团唱诵版的大悲咒，你就跟着念南无汉那达那多拉耶耶，南无奥利耶，你就慢慢的念5遍，基本上应该就是5分钟就念完了。我觉得这是末法时期在家居士一定要做的一个必修的功课，就是持大悲咒5遍就好，所以你不需要用这个108颗念珠的来计算你的大悲咒。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悲咒已经是可以背诵的，非常在专精持诵大悲咒的一个在家居士的行者，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去定自己的一个功课，比如说你增加到21遍作为你每天的定课。甚至如果你有重病缠身假设你得了癌症，假设你有朋友得了癌症，或者你心爱的人，你在乎的人，他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那我鼓励你一定要持大悲咒。所以念珠到底在修行上是一个必备的法器吗？还是可有可无答案是都可有也可都无因为在佛陀圣义谛的教法里面，这一切的法界本性都是如来藏的真如本性。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一念心性，当我们跟佛菩萨的法界感应道交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心念转为跟佛菩萨一样，以修大悲心缘念一切众生，自利利他，修行成就佛果的时候，你这一念的心的本质是相应诸佛菩萨的菩提心的。所以也就是说，你持咒修行有没有持这个所谓的念珠，它就并不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你也有可以看到，当然在四臂观音里面，观世音菩萨是手持有念珠的，但是不是每一尊佛或者菩萨手上都持有念珠。但是为什么我们修行者，我们人道的众生的修行者，我们要持念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非常容易对外涣散，动不动一下子一个小鸟飞过去，你本来在念佛持咒的心就跟着小鸟就飞过去了。或者是外面有一个很嘈杂的一个声音
车子的噪音，那你本来你的心很专注在持阿弥陀佛圣号的，你的心又被噪音给牵动走了。所以这个念珠，我觉得在修行者而言非常的重要，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证得佛菩萨圣义谛的智慧与慈悲，那我们必须要借由这个法器，也就是念珠，让我们在持阿弥陀佛圣号或者是咒语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心借由手握这个法器，这个念珠，把心专注在这个念珠，专注在我们的身语意所发出的佛菩萨的圣号或者是咒语，就是比如说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说，我们在持圣号或者持咒的时候，我们自己念出来的这个圣名圣号，我们自己的耳根听到了，我们的意识也觉察到了，那我们的身呢，我们的身体它也就是在相应这个念珠，就让我们的心可以专注。那当然如果你持咒念佛，你不需要借由念珠可以帮助你专注的话，你可以不用持念珠的，那你就可以静下来，不管是张开眼睛或闭着眼睛，眼前你要观想这个观世音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在你的眼前，在你前面的虚空当中，在你的心间，就像一个投射的一个幻灯片一样，这个阿弥陀佛由我们的自信而升起，然后我们外在的眼根，我们也是在观想阿弥陀佛。我觉得这个练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不是说我们在念佛持咒的时候就是嘴巴干干的念，然后心里呢胡思乱想一下想待会儿要打电话给谁等一下要去哪里吃饭，那身体呢也是动来动去的一下子玩手机，一下子手又摸桌子前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在简易的修行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要专注我们的心在一处，那一处就是可以念一个佛号或念一个咒语。那有些人也会好奇说，那这个持咒是不是一定要坐在蒲团上在自己家里的一个小佛堂或者是一个办公室才能够持咒呢？事实上不是的。当然我们正式的修行，也就是我们的正行的修行，我们是需要安住在一个地方这可以是你的办公室里面，或者你家有一个小小的书房里面有供奉佛像，那是最理想最圆满的。但是现在末法的修行人都非常的忙碌，在这样的一个繁忙的环境里面是很难专注的，最好还是有一个外在你可以专注你心念的法器，也就是念珠，你就可以拨动念珠，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心念就可以了，或者你要嘴巴念，轻轻的念也可以。那有时候你在做捷运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持念珠持咒。但是你也可以不要就是什么法器念珠你都不用，你就是完全的就是融入在这个佛号或咒语当中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就是可以一直观想着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围绕着你，那你就一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坐在捷运里面，坐在公车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所以呢，在我们现在忙碌的21世纪的修行人尤其是在家菩萨们，就是要利用闲散的时间专注自己的心念在一处。那这一处就是一句佛号、一句咒语，那一处就是在你心念里你所升起的观世音菩萨庄严的容貌我觉得这一点大家都可以多做一点练习。如果你是有时间比如说每一天你可以播出10分钟的时间、15分钟的时间，那你就可以在自己家里的一个房间在自己的睡房也可以，或
或者书房也可以，客厅也可以，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安住而且不会被打扰的一个空间，你就可以进行简单的修持持咒语，持佛号。那当然如果你要读佛经的话，那你就更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念佛经。那有些人也会问我说，师父，这个念珠是不是去请越贵的念珠比如说是密纳的念珠，或者是某一位大师所开光的念珠，就会特别的具有加持力？首先我先回答，这个念珠是不是要非常昂贵或材质特别的稀有的念珠才代表你有虔诚心，能够好好的修行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当然佛教里面是有说不同的念珠在修不同的法，有不同的力量，尤其在金刚乘的修行，他们就说这个持这个菩提子的念珠修行是最吉祥圆满的所以我们在这个10年前我们去印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印度什么东西都很便宜，但是这个菩提子的念珠就非常的昂贵，一串要将近3000到5000美金。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这个就是一个树的种子，为什么会那么贵呢？我就去了解了这个原因后来他们就说在整个尼泊尔的这个树都被就是商人全部都已经包下来了包买下来了，所以呢他们就在炒作这个价钱。那因为大家又有一种执着觉得这个念珠特别的殊胜，所以呢很多华人就争相恐后的3000、5000美金，他都要去请一串这样的念珠来做修行，所以那个价钱就越炒越高甚至那种在印度去参加一些法会的时候，有些出家人的念珠都因此还被一些当地的一些印度的扒手都把它偷走他们就可以转卖给别人去赚一大笔的钱。所以我是非常的不推崇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我知道说一串这样的念珠要3-5千美金的时候，我就基本上我出门我就不带这个念珠。那我现在手上的这一串念珠是因为我那时候去印度的时候，那时候价钱还没有被炒作起来，所以这一串可能就是大概不到50块美金，就是价钱并不昂贵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它请下来了。那后来才发现哇，这么的贵真的是贵到不可思议，所以我不主张去请很昂贵的念珠觉得这个念珠可以带来对你特别的加持。那你手上有什么样的念珠，你就可以方便的去做使用。手珠它没有特定的数字它就是一个手串，当做装饰品比它装起来。我就觉得如果你想修行最好是请一串108颗的念珠。手珠作为你帮助修行的一个物品，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样的手珠我们就不能说是念珠它不算是佛教的一个法器，那可能就是你在外面买的一个手串它就是很多一颗颗的珠子，但是它没有特定的意义就我们就说手串。所以手串跟念珠是不一样的，念珠就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法器它主要是以108颗为主的一个长板的一个法器如果是手串，那就是一颗一颗的珠子串起来的有些人也会去买这些手串来趋吉避凶有一些民间信仰的一个祝福，那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我现在讲的是法器，也就是帮助我们修行能够去走向自利利他成就佛果的一条解脱道的所以这108颗的念珠，我们在佛教来讲，我们称为这个是法器就像引磬钟鼓一样。尤其这个念珠跟修行人他更是息息相关像我们出家人这个念珠基本上是到哪里我们都带在身上的，因为我们在每一天的修法上我们都要用到这个法器所以我们是随身携带的。当然如果你108颗的念珠它是有经过净化加持开光过的念珠，那是更好的那等于它具有
一个净化加持的力量。那如何净化加持呢？那你就是好好的去持大悲咒，然后呢，你用这个大杯水给它洒一洒，这个就已经有净化的力量。这个佛珠最好是能够跟法师请，或者是到佛寺去请，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吉祥圆满。那当然，如果你在一些网络商店去请购这些念珠也不是说不可行，只是它就是一个物品。那毕竟如果你是在一个佛堂请的这个念珠，你所请的这个念珠，它背后代表的意义就是你是供养三宝所以这个法器也是从这个道场请的，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所以今天我讲的内容就是各方面我都涵盖了一点，但是记得重点就是不一定要去追逐很昂贵的念珠，一定就是要找一个大小你适合的你会想要常常带在身上，帮助你修行，提醒你修行用的一串念珠那当然如果你的条件好你想要去请蜜纳琥珀的念珠也可以。那如果你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就算是木头所刻的念珠都是可以的。重点在于你前进的心，你虔诚的心所持的咒语或者圣号都远过这个念珠它是什么材质所做的，是谁帮你开光加持净化的，还要更为具有力量。好，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做这个分享，希望大家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分享。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对你有些共鸣，请你也留言我们都会看，让我们准备下一次的开示有更多的灵感。那我们就下回见，阿弥陀佛。